派友们好。疫情的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不是危言耸听，人们正在失去工作，大批的企业正在倒闭，股市不能投资了，房地产不能投资了，比特币跌了，以太坊跌了。人们对未来的一切都很迷茫，未来会怎样？未来的趋势如何发展？今天小派就给你指点一下迷津，告诉你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未来投资什么才最有前途。节目开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好，我们开始吧。目前，全球排名100家的银行有55家以上都持有了这个加密数字货币，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投资方向选择了不再是房产跟股票市场，他们不相信赚不到钱，所以他们眼光投资方向转变了，变成了加密数字货币市场。这些只是一些资本家财团和机构，他们可能走在前面，他们已经看见了，在玩股票、玩房产的时候，他们也是走在最前面，现在他们不玩了。现在老百姓明白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炒房产不赚钱了，炒股票不赚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都在玩加密数字货币市场，越来越多人加入了炒币大军，都去炒币去了，这是跟着他们在学，所以国家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回头我们说说股票市场，股票本是西方人玩的，很多国家为了解决金融融资问题，很多中小型企业需要贷款，银行没有这么多资金，国家也是压力大，只能引进股票上市公司这样的操作模式进行融资。股市解决了金融问题，资金链缺乏，怎样解决的？让更多股民投钱到股票市场。但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一套金融体系，那么放在现实，这个投资市场它不适用于了。再说说房产市场，20年前大家都在炒地皮炒房，那时都是一些资本家大佬跟财团在干这些事情，老百姓看到他们赚了钱之后才慢慢跟着学，但是你学的时候人家已经下车了，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模式。房产市场、股票市场都是如此，赚钱的人永远是有眼光有认知的，这些资本家跟财团他们走在了前面，而老百姓是去接盘的，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到老百姓10个炒股9个亏。房产也是如此，慢慢都会来临，随着金融风暴、疫情的影响，房产市场逐步会下跌。股票市场也是如此，玩不下去了，这是几十年前的投资理财金融系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跟资本家财团投资方向转向了加密数字货币市场，这也是一个趋势，不只是老百姓，国家资本家、财团机构很多都是这样，这就是大势所趋。所以说区块链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在2011年开始研究区块链跟加密数字货币，到今年2022年已经研发了10年，10年央行数字货币才被研发出来，还没有大面积使用。而未来随着区块链的爆发，未来的法律也会随着改写，区块链对未来社会会造成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不只是影响冲击互联网的一些体系，也会影响未来现实当中的一些实体行业，包括对国家的经济复苏、法律方面造成影响。而央行数字货币从今年3月份开始，这个电子货币类的，比如说微信支付、淘宝、支付宝支付都会受到影响，会做一些大概的调整跟更改，未来大面值的100元、50元纸币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市场上了，可能10年以上都不会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了让大家完完全全去持有加密数字货币进行支付。这样做干什么呢？是为了监管、监控你们。国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因为以往的金融市场跟金融体系在这个社会运用不起来了，会有很多痛点，比如说现在的贪污受贿、违法犯罪、洗钱、偷税漏税的怎么去解决？他们这些账本里根本查不到，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会计，会计学的是什么？一个合格的会计，第一个学的就是做假账，做假账之后是为了偷税漏税，你怎么去搞？未来像100的、50到20到10块的这些大面值的纸币会逐步被丢弃掉，在现实当中流通的将是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是为了很好的监管你们，你在哪里点个外卖，你在那里点个滴滴打车，你在哪里消费过，
你在哪里收过款，每一笔去向都是清楚可查的。所以说，未来你觉得还会有贪污受贿、违法犯罪、偷税漏税的吗？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长，2025年就会实行起来。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是避免了违法犯罪、偷税漏税，还有一个洗黑钱这些贪污受贿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能解决现实金融体系的一些痛点。哪些痛点呢？比如解放更多的人力劳力，未来贪污受贿、违法犯罪、洗黑钱的这些没有了，那还要这些反贪部门干什么？还要这些税务局部门干什么？还要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干什么？大部分的工作岗位都会被取代，那么这些人也可以投入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出来。所以未来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爆发，央行数字货币被运行起来，80%以上的公务人员会面临失业状态了。不管它是央行数字货币还是加密数字货币，首先它要用到在区块链技术，也就是说区块链时代已经来临了。各个国家领导人也做过讲话，这是不容置疑大势所趋的。投资方向也是一样，老百姓也是一样，不玩股票、不玩房产的，这些年你们也看到了，因为疫情影响他们不玩了，所有资产撤离，能玩得起的都把资金投到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了。他们不再相信股票，不再相信房产。接下来就要讲到重点，派网络。派网是什么？它是区块链时代里面最强的一条公链，它综合了比特币、以太坊以往所有公链的优点，进行了综合，还有一个优化升级。前面说过，一个央行数字货币，它对社会的改变都这么大。那么作为派网络，它比央行数字货币的作用大得多得多，比它还要强。首先，央行数字货币它没有公链，它不是去中心化的，它并不能达成全球共识。同时，它对标的是法币，它没有升值空间，很多它都比不过。而派网络未来它全球运行起来，权力下放各个社区进行治理。首先，它做到了去中心化，账本也是分布式储存处理，它是全球共识。只有做到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处理，全球才有共识，因为它是币量永恒，大家再也造不出来的。而央行数字货币法规它是做不到的，它币量是无限的。全球共识只有做到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处理，永恒谁也造不出来。满足这几个条件，它才能统一达成共识，才能达成相互的信任机制。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信任机制。所以说，同样作为数字货币，不对比就没伤害，一对比你们就看出来了。央行数字货币没有升值空间太低，央行数字货币没有供电技术、底层技术，这些派网络有，而且也不用担心国家未来它会去打压，未来国家也不会选择打压，而是选择监管。第一，它没有打压的理由。以往的币圈清退，交易所打压数字货币，是因为它的不可溯源，任何一笔转账、任何一笔交易你查得到，但是他不知道背后持有的身份地址是谁。比如有人通过加密数字货币洗钱，你能查得到吗？购买枪支弹药、购买毒品违法犯罪，你能查到吗？这些转账记录查不到怎么办？必须打压。还有最关键的是，目前比特币、以太坊节点采矿消耗电非常大，购买矿机成本非常高，造成资源浪费跟环境污染，国家能不打压吗？比特币、以太坊虽然技术是可行的、可用的，但是它们有弊端，那就是不可溯源，支撑了很多违法犯罪，它成了违法犯罪者的天堂。同时也是好处，就是帮助了大家解决了一些金融痛点问题，货币信任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理财产品，有利有弊。所以派网络供应链的出现，央行数字会出现，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从支付速度这个角度分析一下加密货币。比特币为什么它的支付速度慢？10分钟产生一个区块，那么未来如果真的打个比方，全球接受派和比特币支付了，每天面临着几十亿、上百亿笔交易，平均每秒算下来几万笔交易，比特币1秒钟只能处理7笔交易，但是平均每秒钟都会产生几十万笔交易。比特币你能处理过来吗？处理不过来。拥堵吗？排队吗？你可能需要等待1年才会到账，你买一个东西能等1年吗？这是不是不现实？以太坊也是如此，遇到这方面的技术难题，那么它就只能靠通过分叉解决，每一次的分叉都会造成数据元素跟成本的提高，但是派网络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派能解决这些不可拓展性的问题，派能解决转账支付速度慢的问题，
未来会有更多的新鲜事物、新鲜行业支撑出来，比如金融借贷系统，甚至元宇宙脑机接口，都会在这个派网络的这个操作系统里运行。为什么很多国家会慢慢选择接受派币呢？很多小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包括现实当中的纸币、法币，他们没有完整的结算体系，依然是用到美元。那么使用美元，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美国在不断印刷美元。如果购买美元，你的劳动成果就被它剥削，这些小国家愿意吗？肯定不愿意。他很想抛弃美元，不想被它剥削。那么在抛弃掉美元之前，你必须找到一套完整的结算体系。打个比喻，萨尔瓦多国家逼得没办法，只能选择比特币支付。当派币成功之后，它的优势远远大于比特币。所以说，未来越来越多的小国家，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就会优先选择派支付，那么它就丢掉美元了。美元它不会被淘汰，美元它只是说它的广泛使用性没有那么强。在美国本土依然会使用美元，未来派币全球流通起来，它取代的不是这个美元的本身，而是取代了它这个霸权主义的一个行为，让它的实用性变得没那么强了。未来全球被广泛使用的就是派币、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加密数字货币。我们把全球200多个国家幻想成200多口人。当大部分小国家都在使用派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结算的时候，如果中国一个拿着人民币支付，人家不要啊，这就是少部分要服从大多数。人家200多国家都在使用这个派币支付，你还在用你的人民币，人家不要了，你要么用黄金，黄金花完了怎么办？黄金是需要开采成本，它的储存量也是有限的，你不是花不完。未来美元霸权主义也被取代掉了，那么只有什么黄金和加密数字货币？那么黄金它也只是一个线下的硬通货，依然解决不了未来区块链时代 Web 3.0 时代的线上消费。所以加密数字货币派网络公链就是来解决这些痛点的。